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是否听说过一座被遗忘的岛屿？它曾是村民安居的家园，却因为这的恐惧而被彻底抛弃。庙宇倒塌，乩童离奇死亡，村民仓皇离去。而如今，它成了一个被恐怖传说包裹的地方。西极屿，这是澎湖的一座无人岛，被人们称为鬼岛。有人说这里曾住着活尸，有人说废墟里回荡着婴儿的哭声，更有人说岛上的深井里藏着某种不属于人类的秘密。今天我将带你走进这座岛屿，揭开它的恐怖传说与诡异真相。但在这之前，请问自己一个问题，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你有没有听过西极屿的传说？在澎湖群岛南方，有一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，这里曾经是人们安居的家园，而如今却只剩一片死寂与荒凉。村落破败，毒蛇盘踞，风声低鸣，像无尽的哀叹。有人说这片岛屿被诅咒了，连神明都弃它而去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海风吹过那些腐朽的木屋，总会带来低低的耳语，仿佛在倾诉一段被遗忘的惨烈历史。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是本地人，我的祖父，一位早已白发苍苍的老渔民，曾无数次用他颤抖的声音向我提起过这座岛。小时候，我以为那是用来吓唬小孩的故事，直到成年后，我才逐渐意识到，这个关于西极屿的传说比想象中更加令人毛骨悚然。据说这座岛从前并非无人问津，20世纪中叶，它还是个生机盎然的小渔村，村民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尽管生活清苦，却也算安宁。然而一切都在一场意外后彻底改变。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，岛上的唯一一座庙宇突然倒塌，神像碎裂的声音划破了沉寂的夜空，像是某种无形力量的宣告。更可怕的是，那晚之后，岛上最后一位乩童被发现死在自己家中，他的身体诡异的扭曲，双眼睁得大大的，仿佛在注视着什么恐怖的东西。他的死亡成了压垮村民心里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村里有人说是岛上的神明放弃了他们，有人则坚信那是岛上的东西动了怒，连乩童都无法保住自己，神明都离开了，我们还能留下来吗？我的祖父曾经这样描述那些恐慌的村民，他们一夜之间纷纷打包离开，只留下破败的房屋和曾经热闹的村落，渐渐被杂草吞噬。到了民国6、7年，最后一户人家离开西极屿，从此这片土地彻底沉寂。但真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从那之后，这座岛的传说开始在附近的渔村间流传开来。有人说岛上并非完全无人居住，那些废弃的房屋里住着尸体行走的东西，僵尸，渔民们这样称呼他们。他们无声地徘徊于荒凉的村落，甚至在岸边出没。一些大胆的渔夫曾靠近过西极屿，他们说岛上的木屋在无风的夜晚会突然砰的一声关上门，像是有无形的手推动着。还有人传言那片岛是弃婴之地，每到深夜，岛上会传来婴儿凄厉的哭声，那些哭声夹杂在风中，忽远忽近，让人分不清是真是假。最离奇的是一位渔夫讲述的亲身经历，他声称他曾在西极屿附近捞起一具浮尸，原本打算带回通报，但那具尸体竟在无声无息间消失了。几天后，他在船舱里发现了几根湿漉漉的长发，根部似乎还沾着血迹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靠近那片海域。我听着这些故事长大，恐惧在心中生根发芽。祖父曾警告过我，孩子，永远不要靠近西极屿，那地方它不是给活人去的。他的声音低沉，眼神中带着一丝恐惧，仿佛在回忆他见过的某些可怕画面。这座岛到底隐藏着什么？是简单的荒凉，还是更深层的恐惧？没人知道。村里的老人说，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，那些村民带走的，
只有希望，而留下的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。这便是西极屿，一个被人们称为鬼岛的地方。你会靠近它吗？还是说，像我的祖父一样，远远避开，只将它当作一个用来吓唬后辈的故事？但故事还没结束，它从未结束。真正的恐惧，只在你试图探寻真相时，才会开始。西极屿的传说就像一片无边的黑雾，无论多努力，也无法看清它的尽头。西极屿不是总这样。老渔民低头望着手中的烟斗，皱纹像被海风刻在他脸上的地图。他坐在码头边的木椅上，目光涣散地看向海面。很久以前，它也曾是个活生生的地方。老渔民的讲述带着一种缓慢的沉重，仿佛每个字都被风吹过了几十年。那时候，岛上日子虽然苦，但人多，总算过得去。鱼塘、耕地，还有几户人家养羊。清晨的岛上满是炊烟和鸡鸣。太阳从海上升起的时候，男人们扛着网出海，女人们在屋前洗衣服，孩子们追着鸡狗跑。他停顿了一下，吸了一口烟，烟雾在他面前散开，仿佛连记忆都开始模糊。可惜那地方的天从来没善待过我们。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沙地，刮过食物。到了夏天，海浪大得像要吞了整个岛。那些年，岛上的粮食靠天吃饭，雨下少了，收成就差；雨下多了，地全被冲毁。那时候，我们都信神明。他抬眼看着我，语气低缓：“我没有做庙，供奉的是海神，庙不大，只有一间屋子大，木门总是吱呀作响。可我们每天都会烧香，祈求他保佑出海平安。保佑于满仓龟庙里的鸡童，是村民唯一的精神寄托。他年轻，沉默寡言，却在神明附身时变得声音洪亮，眼神炯炯。村民们相信他是神明在人间的使者，每次有疑难，他总能替神明指点一二。无论是预测风暴，还是安抚不安的民心，似乎都准确无比。鸡童是神的嘴，我们不敢得罪他，也离不开他。老渔民轻声道：“可他死了，一切也就散了。”那是一个夏日闷热的夜晚，天上没有月亮，海风却出奇的静。村民们都回到了屋内，门窗紧闭，生怕那股诡异的安静预示着什么不祥的事情。凌晨时分，一声巨响划破了夜空，那是庙宇倒塌的声音。屋顶重重砸在地上，木梁四散，神像倒在地上，面目被摔得模糊不清。有人第一时间赶到，看到这场景时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神明走了。村里炸开了锅，接二连三的议论让人惶恐不安。人们说，是不是神明放弃了他们？是不是岛上出了什么东西，激怒了海神？但更大的恐惧还在后面。第二天清晨，有人发现鸡童的尸体，他死在自己的木屋里，四肢僵直，面容极度扭曲，双眼大睁，仿佛死前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他的身旁摆着一碗被燃尽的香灰，灰烬的颜色透着怪异的黑红。那是纣老渔民吐出了这个字，脸上的皱纹似乎更深了。老人们说，只有神明彻底离开的时候，香灰才会变成那个颜色。那天起，岛上的人再也不敢提神这个字。鸡童的死就像一个信号，宣告着岛屿彻底失去了庇佑。村民们的恐惧从心底蔓延，他们开始不安地张望，仿佛任何角落都藏着阴影。晚上的风声像呜咽，夜里时常传来不明的脚步声。有人说，那是神像碎片中隐藏的东西，在游荡，寻找新宿主。村子彻底散了。老渔民沉声说，没人敢再留下来。最终，在那场恐慌和传闻之中，村民陆续离开。他们拆下家中的门窗和柱梁，带走一切能带走的东西，却留下一些他们无法触碰的忌讳之物：摔碎的神像，倒塌的庙宇，和一片烟尘的废墟。最后一个离开了家庭，是我的叔祖父。他们走得很慢，船装满了生活必需品，甚至带上了家里的鸡鸭。
却连头也不敢回。他们说，离开的那天，岛上的风静的可怕，只有远处的废庙传来嘎吱的声音，就像一扇门被风推开，又重重关上。那天，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的船离开，心里又害怕又不舍。老渔民抬起头，目光看向远处，他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清，风浪大得很，他们的船快被浪卷走时，我仿佛听到什么，岛上传来的是哭声，孩子的哭声。他顿了顿，摇了摇头，似乎不愿再回忆。我能想象那片土地如今的样子。老渔民的描述让脑海中浮现出破败的木屋，门框上挂着已经生锈的门环，墙壁被风雨侵蚀的斑驳不堪。屋内一张桌子孤零零地倒在地上，桌角断裂，上面覆满了灰尘，曾经有人生活的痕迹全都变成了静止的画面。一只破碗掉在地上裂成两半，一张竹椅早已烂到仅剩框架，荒草肆意侵袭着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攀上了屋顶。海风吹过，房屋之间发出细微的呜咽声，像是从地底深处传来了叹息。而那座曾经供奉神明的庙宇，只剩下几根焦黑的木柱，倒塌的石砖上长满青苔，仿佛在掩盖它曾经存在的痕迹。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沉默着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。小船越远，那些废墟就越模糊，可是心里那种感觉却越发清晰。老渔民的声音微微颤抖，像是有人在看着我们，或者留着什么没带走的东西。船渐渐远离西极屿，留下的只有模糊的轮廓和记忆。可那些离开的村民心中却始终带着一丝惶恐与愧疚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没有结束，仍在静静的等待某一天，有人会回到这座荒凉的鬼岛。西极屿，老渔民低声说道，它不是被遗忘了，它只是沉睡着。西极屿的水啊，总是透着一种说不清的味道。老渔民点燃了一根烟，白雾随着海风散开，他顿了顿，目光沉沉地望向远处的海面，仿佛在凝视什么看不见的东西。有一年，渔民阿富出海捕鱼，经过西极屿附近时，撒网捞上来一具浮尸。那东西泡在水里太久，面目早就模糊不清了，身体肿胀得像快要裂开的鱼肚子。阿富吓了一跳，他想着这是人命关天的事，还是把尸体拉上了船，打算返航通报。可就在他们回程的路上，事情发生了。老渔民放低了声音，仿佛怕被什么听见。那尸体突然不见了，船员们翻遍了整个船舱，从甲板到货舱，甚至连船尾的缝隙都看了，可就是找不到。你能想象吗？那可是个死人，没了会去哪儿？他说到这里，双眼微微发红，像是在回忆什么噩梦。后来这事在渔村里传开了，人们都说那浮尸不是什么普通的尸体，而是西极屿的东西。有人说是僵尸，有人说是岛上的怨灵找到记住，自己回到了岛上。从此之后，阿福再也没靠近过那片海域。有人说他晚上做噩梦时会喊出别过来的话，声音带着浓浓的恐惧。你信吗？老渔民抬头问我。他没有动回答，只是轻轻摇了摇头。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反正西极屿的海，就算鱼再多，也没人愿意去了。如果说浮尸的传闻还能让人将信将疑，那么船长林伯的经历则彻底让村民们对西极屿敬而远之。林伯是个胆子大的人，一辈子在海上漂，什么风浪没见过。老渔民说，可就是这么个人。有一次回来后，连船都卖了，再没出过海。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午后，林伯驾船经过西极屿附近，准备捕鱼。他看了看潮汐，觉得时机还没到，于是决定下锚歇一会儿，躺在甲板上闭目养神。海风轻拂着他的脸，咸咸的味道让人昏昏欲睡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了某种声音，当啷当啷，那声音低沉，像是某种金属被轻轻敲击的声音，节奏缓慢，但带着一种诡异的规律。林伯睁开眼，四下张望，甲板上什么都没有，
船周围的海水平静得像一面镜子，甚至连一条鱼都没跃起。当啷声音又来了，这一次更近了。林伯站起来，走到船舷边，试图寻找声音的来源。他的目光扫过船底，突然他的脸色变了。有东西在敲我的船底，他回忆时曾低声说道。那声音不是浪，也不是礁石，像是有人用手指在船底敲门。他心底一凉，立刻跑回甲板上摇醒船员，催促他们起锚离开。快走！他吼道，语气中带着少有的慌乱。这里不对劲，别再待下去了。船员们虽然不解，但还是照做了。船以最快的速度驶离了那片海域。林伯始终站在船尾，眼睛死死盯着远处的倒影，像是在害怕他会跟过来。事后他再也没有靠近过西鲫屿，他的船也卖给了别人，而他则选择隐居在渔村的一角。有人曾问他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但他从未再提起，只留下一句含糊的警告：有些地方不该去就别去。与渔民的传闻不同，一个游客的经历则更令人细思极恐。那是几年前，西极蓝洞曾因风景绝美吸引了一波游客。小红，一位年轻女孩，跟家人一起参加了岛上的一日游。那天中午，阳光洒满海面，波光粼粼。小红独自一人走到了岛上的小山坡上，打算拍几张照片。就在她调整镜头的瞬间，她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上站着一个人影。那是一个女人，穿着朴素的旧式衣服，袖口微微发白，她的脸有些模糊，但隐约可以看出是个年轻女子。最奇怪的是，那女子正对着小红挥手，动作缓慢而柔和，像是在招呼她过去。怎么会有人在这里？小红心里一紧，立刻回头喊家人，但当她再次看过去时，那人影已经消失不见了。她强忍着不安，催促家人尽快离开。回程时，海面平静无事，然而当小红踏上码头时，却感到一阵刺痛从大腿传来。那是一种尖锐的疼痛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扎进了她的肌肉里。回到旅馆后，小红的腿开始肿胀，膝关节变得僵硬，像塞进了某种异物。更奇怪的是，医生的诊断竟然是水母刺伤，但小红从未下过水。痛苦折磨了她整整1周，直到家人带她去了一位鸡童处。鸡童在听完她的描述后，只说了一句：你碰见他了。他让小红烧纸钱，并在腿上涂抹香灰水。那晚，小红梦见了那个山坡上的女子。她站在一片雾气弥漫的荒野中，低声说道：谢谢你。醒来后，她发现自己的膝盖已经完全消肿，疼痛也彻底消失了。西鲫屿的传说每一处都透露着难以解释的诡异感。人们说，岛上的风声不像风，倒像是叹息。岛上的蛇群爬动时发出的沙沙声有时会停顿，好像他们在倾听什么。那些目睹过神秘女子的人总会提到她的眼神模糊空洞，却带着某种无法形容的哀求。甚至有人声称，回忆起她时，总会听到耳边传来低低的呢喃，仿佛她从未真正离开过。但这些传闻究竟是真是假，老渔民们从不回答。村子里的年轻人说，这不过是老人编的故事。可那些从西鲫屿回来的游客，总会在某个无人注意的角落轻轻打个寒颤。我要去看看这个地方，阿满坚定地说道，手指在地图上指向了那个不起眼的小点西鲫屿。他是一名年轻的记者，偶然听到西鲫屿的传闻后，对这座荒凉的岛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的父亲曾是澎湖的渔民，总是在喝醉时低声提起这个地方，语气中总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忌讳。这地方不是人带的父亲的声音回荡在他的记忆里，但他无法抑制内心的好奇。一个被称为鬼岛的地方，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吗？或者这不过是村民编织的恐怖故事？他决定亲自踏上那片神秘的土地。经过几个小时颠簸的小船行程，阿满终于靠近了西鲫屿。远远望去，这座岛像是从海中升起的孤魂，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薄雾中。
踏上玄武岩平台的瞬间，他感到一股寒意直透骨髓。这里没有人声，只有风的低鸣和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。岸边散落着几块残破的木板，似乎曾是某艘渔船的一部分。村落出现在他的视线中，一片破败的房屋，墙壁斑驳，屋顶坍塌，门窗早已不见。一间屋子的门框上挂着一只生锈的铁环，随着风轻轻摇晃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，像是在警告不速之客的到来。他走进一间屋子，地面上散落着碎碗和破裂的竹椅，墙上钉着的木板被腐蚀的只剩半截，上面隐约还能看出几个模糊的字迹。他伸手摸了摸木板，突然一阵风吹过，整块木板啪地掉在地上，扬起一阵灰尘。离村子不远，他看到了那座早已倒塌的庙宇，庙门框依然矗立，像是孤独的哨兵，守护着一片废墟。地上散落着破碎的神像，几根镶铸的残骸插在地上，风吹过时，似乎还能闻到一丝淡淡的香火味。更让人不安的是庙旁的一块石碑，上面刻着几行文字，但已经被风化的几乎无法辨认。他用手轻轻擦拭石碑的表面，突然感觉到石碑上传来一阵凉意，像是有人在阴冷的角落注视着他。就在他继续向岛内探寻时，天气突然变化了。起初是风声变大了，原本平静的空气变得急促而狂乱，周围的杂草和树木剧烈的摇晃，仿佛在无声地抗议他的入侵。随后天色迅速暗了下来，一层厚厚的乌云将阳光完全遮住，岛屿陷入了一片昏暗。他想走进另一间破屋，却在推开门的一瞬间，门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震得他整个人都愣住了。门缓缓晃动着，好像一只无形的手在轻轻推动。屋内空无一人，只有一面镜子孤零零地靠在墙边，镜面布满灰尘。他伸手擦拭了一下镜面，却猛然看到镜子里闪过一抹影子，那是一个女人，穿着朴素的旧衣服，站在他的身后，正注视着他。他猛地回头，身后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阵沙沙的声音，像是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。他立刻冲出屋子，但村落空无一人，那脚步声却越来越清晰，仿佛就在他的耳边。是谁？他喊了一声，声音被狂风吞没。没有回答，只有门窗的嘎吱声和风吹过草丛的沙沙声交织成一曲诡异的旋律。天色渐晚，他决定在村落中找一个相对完整的房屋过夜。屋内堆满了破碎的家具和杂乱的杂草，他尽力清理出一块空地，把随身携带的毯子铺在地上，靠在墙角闭上了眼睛。然而当他闭眼的瞬间，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，一个年轻的乩童正站在庙宇的正中央，双眼微闭，嘴里喃喃低语。突然庙宇的木梁开始剧烈摇晃，随后整个屋顶轰然倒塌，神像碎裂，乩童的身体被压在了废墟之下。他的眼睛猛地睁开，直直地盯着他，仿佛是在警告他。他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满头冷汗，但屋子里依旧空无一人。可不知为何，他的手臂上却多了一道细长的抓痕，仿佛被什么东西掠过。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可闭上眼的瞬间，又看到一幅新的画面。山坡上，那个穿着旧衣服的女人正对着他挥手，她的眼神空洞，嘴唇微动，似乎在说什么。他试着靠近，却发现自己的脚像被什么拽住了，怎么也动不了。第二次醒来时，外面已经传来了一阵低沉的风声，像是有无数人在耳边低语。他试图坐起身，但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声轻轻的敲门声，咚咚。他屏住呼吸，目光死死盯着那扇已经破旧不堪的木门。敲门声又响了2下，随即一切归于寂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鼓起勇气走到门边，颤抖着将门推开。门外空无一物，只有摇曳的荒草和阴沉的夜色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准备关门，却猛地看到地上有一行新鲜的脚印，从门口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庙宇废墟。这一夜，他开始明白，这座岛上并不是空无一物，而那些脚印的终点
似乎在召唤着他去揭开某些从未被人触碰的秘密。翌日清晨，阿满拖着疲惫的身体继续探索岛屿。昨晚的奇异经历让他心生警觉，但某种无法言喻的吸引力却驱使着他深入岛屿。穿过杂草丛生的小道，他终于来到了一片岛屿深处，四周静得令人发毛，只有远处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依稀传来。在那里，他发现了一口隐匿在荒草间的古井，井口被一些破旧的木板遮盖着，旁边的石碑早已坍塌，井壁上刻满了奇怪的符号和图案，像是某种古老的祭祀语言。他用手指沿着符号的凹槽划过，隐隐觉得这些符号似乎在讲述一个故事，关于岛上的神明与他曾经的子民。木板已经腐朽，他轻轻一推，井口露了出来。井里传来一阵阴冷的气息，像是常年积蓄的寒意直冲骨髓。他俯身向井中望去，井底的黑暗仿佛无底深渊，但随着目光的聚焦，他却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。那是什么？他喃喃自语，心跳开始加速。井底隐约躺着一具骸骨，苍白、扭曲，姿态怪异地蜷缩着。最令人恐惧的是，那骸骨的肢体像被水泡过一样肿胀、黏腻，仿佛是一具被腐蚀的浮尸。他正要伸手取出手机拍照，骇然发现那骸骨似乎缓缓动了一下，不是风，也不是井水的波动，而是某种微妙而真实的移动。他连连退后，差点踩空跌倒，眼睛死死盯着井底。骸骨很快又归于静止，仿佛刚才的一切只是错觉。他动了，他颤抖着低声说，强迫自己不再看向井底，却发现手心已经满是冷汗。阿满匆忙离开古井，心神不宁地返回村落。他找到同行的向导老王，准备尽快离开这座诡异的岛屿。然而他很快注意到，老王的状态变得极其奇怪。我们得走了，阿满试探着说道，但老王只是呆呆地站在村落中央，目光茫然地看向某个方向。老王，他轻轻推了推老王的肩膀。老王猛然回头，眼神空洞，嘴唇颤抖着喃喃自语，他在那里，他在等我谁？阿满的心一沉，老王却没有回答，反而抬起手，像着了魔一般缓缓向远处挥手，就像是在回应某个人的招呼。阿满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却只看到空无一人的荒草和废墟。别闹了，阿满试图拉住他，但老王的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。他一边低声念叨着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一边慢慢向村外走去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牵引。阿满无奈，只能拽住他，连拖带拽地将他拉回船上。他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仿佛岛上那无形的阴影并未真正放过他们。终于，他们离开了西极屿，船缓缓驶向澎湖的主岛。阿满坐在船尾，长舒了一口气，回想起这2天的经历，依然感到如坠梦魇。他拿出手机，翻开刚才拍下的照片，可是照片里什么都没有。破败的村落，倒塌的庙宇，刻着符号的古井，全都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模糊的灰色，像是拍下了一团浓雾。他又翻看包里的物品，他从岛上捡到的一块刻着符号的小石头也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层细细的沙粒，散落在背包底部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喃喃道，握紧了背包，心中开始生出一阵难以言喻的恐惧。回到岸边时，阿满原以为这场噩梦终于结束，然而当他抬起脚踏上码头时，一阵剧烈的刺痛从脚踝传来。他低头一看，骇然发现自己的脚上赫然多了2个清晰的牙印，周围的皮肤微微发红，仿佛刚被毒蛇咬过。他一时间愣在原地。蛇，他明明记得登岛时没见过任何蛇群靠近。更诡异的是，当晚入睡时，他隐隐约约听到耳边传来一阵低低的喃声，那声音轻柔，却透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冰冷。回来！他的眼睛猛然睁开，四下望去，房间里空无一人，窗帘轻轻摇曳，仿佛有人刚刚走过。从那天起，
阿满的生活陷入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异样中。他总觉得有人在暗中注视他，偶尔走在街上，他会不由自主地回头，仿佛耳边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。每当午夜降临，他会从梦中惊醒，隐约看到床边的影子一闪而过，或者听到窗外有低语声。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，他的脚踝处那两个牙印一直没有消失，反而愈发清晰，周围的皮肤也开始变得冰冷。他尝试去医院检查，却被医生告知他的脚踝毫无异常。有一天，他从浴室的镜子前经过，突然看到了镜中多出了一抹模糊的影子，一个穿着旧衣服的女子，眼神空洞地站在他身后。他猛地回头，房间里空无一人，可耳边却隐约传来了一声熟悉的低语：“回来，西极雨。”回到城市后的日子，阿满逐渐恢复了平静的生活。然而，那片岛屿的影子却始终挥之不去。西极雨不仅仅是一个地方，它更像是一块烙印，深深印刻在他的记忆和意识里。他时常会想起那片被遗忘的土地，想起破败的村落、摇曳的荒草，还有那深井里令人心悸的骸骨。他开始意识到，西极雨所承载的不只是恐惧与传说，更是一种被遗忘的历史。它曾是人类生存的舞台，有过鲜活的生命，也有过奋斗的痕迹。可这些生命与痕迹，最终都被岁月与恐惧掩埋，变成了一段无人愿提的秘密。我们是不是一直在遗忘？阿满坐在窗前，自言自语般问道。他翻开自己的笔记本，上面记录了在岛上发现的一切。然而，每一次重读那些文字，他都能感受到一种无法描述的情感，既像是一种罪恶感，又像是一种深沉的敬畏。也许这些传说存在的意义，不是为了恐吓后人，而是提醒我们去尊重那些被遗忘的故事和土地。无论是人类的足迹，还是自然的力量，都值得被铭记，而不是轻易忽视。阿满曾试图将西极雨的经历整理成一篇报道，但每当他提笔时，脑海里总会浮现岛上的那些画面。庙宇倒塌的瞬间，浮尸在井底缓缓移动，老王在村口喃喃自语，那些记忆就像警告一样，让他的手停在了半空。最终，他决定放下笔，将一切埋藏在心底。他明白，有些东西不应该被打扰，有些秘密不需要被揭开。也许那座岛屿的恐惧正是来自于人类对未知的无知与冒犯。西极雨并不单纯是一个恐怖传说的舞台，它更是对自然与历史的象征。荒凉的村落，被遗弃的庙宇，盘踞的毒蛇，无一不在警示着我们，曾经的繁荣与希望如何因对自然的敬畏缺失而灰飞烟灭。人类是否真正尊重那些被遗忘的土地与历史？是否已经忘记了曾经属于我们的责任？这是阿满从岛上带回来的最深刻的思考。一切看似归于平静，阿满也试图将这段经历封存于内心。然而，就在某个深夜，他再次从梦中惊醒。梦里，他又回到了西极雨，那片荒草丛生的村落，那座摇摇欲坠的庙宇，和那口令人恐惧的深井。梦中的他站在井边，低头看向井底，井里传来了熟悉的低语声：“回来，回来。”他猛然醒来，发现耳边依然残留着那声低语。他的呼吸急促，心跳快得像要跳出胸膛。他告诉自己这不过是梦，但那种冰冷的触感却如影随形。床头的镜子微微反射出他的身影，可在镜像的背后，似乎有一抹模糊的身影一闪而过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起身时无意中发现，昨晚睡觉时卷起的裤脚露出了脚踝，那两个毒蛇的牙印已经变得更加清晰，周围还泛着诡异的青紫色。阿满握紧了拳头，深吸一口气。他告诉自己，这一切不过是心理作用，是岛上给他留下的心理阴影。然而，他从未注意到，他的耳边始终隐隐传来一阵似有若无的低语，那是女子的声音，低沉而缠绵，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。回来，